有一位钓鱼家来信询问，说他看到人家总能钓到大鱼，十分着急，于是网购了一副水下鱼群透视眼镜，到河边试钓时发现确有奇效，戴上眼镜立马就看到了鱼群，于是确认好评，得到返现3元。但令人困惑的是，商家说该眼镜是通过制造特殊的高科技偏振光来实现透视的，这让钓鱼家十分好奇，想弄清楚镜片的工作原理。其实商家所说的高科技偏振光，意思就是水面的反光，而镜片则是能过滤掉大部分反光的偏振片，通过减弱反光，使被掩盖的水下物体发出的光线更加明亮，从而实现所谓水下透视效果。但要了解偏振片的工作原理，还要从光的波动说起。由于光是电磁波的一部分，因此是一种纯粹的横波，其电场、磁场和传播方向互相垂直。而研究光矢量时，通常就是指其中的电场。虽然我们感知到的光是连续的，但原子发出的光波实际是由无数断续的波列拼接而成，每个波列持续时间都不超过10的负8次方秒，并且各个波列电场的相位和振动方向都是随机的。因此，面对光线来路观察，太阳或灯泡等光源发出的光，在一定时间内，电场总的振动在各个方向上完全平均，称为自然光。当这束光线斜向照到水面时，会在空气和水的界面上发生反射和折射。我们以入射光和入射点的法线所构成的平面，也就是入射面作为参考，发现反射光的电场在一定时间内总的振动不再保持各方向完全平均，而是和入射面垂直方向的振动多于平行方向。折射光则相反，和入射面平行方向的振动多于垂直方向。于是反射光和折射光里的电场向平行和垂直两个方向投影的矢量和，就构成了两个不相干的电场分量，可看成电场总的振动以一强一弱的态势分布在了这两个方向上，称为部分偏振光。如果调整入射光线，让入射角的正切值正好等于水和空气折射率的比值，则随着入射角变化，反射光中平行方向的振动会不断减少，直至完全消失，最后电场只在垂直方向振动，称为线偏振光。同时，折射光里垂直方向的振动也进一步减少，但还是部分偏振光。此时反射光和折射光的夹角是90度，这个规律称为布鲁斯特定律。此时的入射角被称为起偏角或布鲁斯特角，所以水面反射出来的是偏振光。如果将特殊掺杂的塑料板在一个方向上拉伸，使其中的杆状晶体大致在拉伸方向上有序排列，就制成了吸收偏振片，或者叫二色性偏振片。当光的偏振方向与塑料板拉伸方向一致时，会被强烈吸收和反射，而与之垂直则吸收微弱。利用这一特点，可将其制成眼镜卖给钓鱼家。佩戴时，镜片的最大透射方向与水面垂直，只有数值偏振的光可以穿过，而水面反射的偏振光振动大部分分布在和水面平行的电场分量上，于是被镜片反射吸收，只剩小部分垂直分量得以穿过，从而减弱了水面反光。由此看来，这种眼镜不仅能用来寻找鱼群打窝子，还能减弱雨天夜间行车时那刺眼的马路反光，并且制作成本低廉。而它唯一的缺点，也许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产品说明中赫然禁止的所谓非法用途。